还有家里面干不干净，有没有头发，叫什么自律，有没有男人？你看，这个就叫感知力。你通过他家马桶干净与否，只能判断出来他到底对你感不感兴趣啊，不是，只能判断出来他有没有男人，自不自律。你知道我们看他家里面干不干净，判断出是什么吗？是他对你在意与否，就是说，你可以判断出来他是否是真的喜欢你，懂我意思吗？你记住啊，如果你去到一个女生家里面，她家非常干净，那么100%可以判断她对你感兴趣。如果你去到一个女生家里，比较杂乱，没有精心收拾，那么能证明，2种情况，一种是她自己本身就是很糙的人，她不在乎；另外一种是她把你当成自己人了的不在乎。其实也就是她家很乱，都统称为叫不在乎。一个是跟你关系亲近的不在乎，一个是她不把你当回事儿的不在乎，懂不懂？这是最重要的原因。判断出来他到底有没有为了你精心打扮、精心打扫来迎接你的到来，懂不懂？你判断他自不自律，不是通过这个点，懂吧？好，我们再往下看，你看这个女生说，看她家的拖鞋多不多。如果家里拖鞋多，说明她喜欢轰趴。她会不会带你参观她家里？如果证明她比较会待人接物，基本礼貌。如果不会，证明她就是那种普通美女，没啥社交意识，比较自我，就说明这个女生，她如果你在参观她家的时候，她没有带你游览她家里面的所有的环境、卧室、客厅所有的细节给你介绍，那说明可能她的工作和她的社交礼仪还没有达到那一步，就是她这个技能还没有训练出来，或者说她父母没有教她。这个综上所述，就证明这个女生没有什么社交的必要，深度链接的必要。如果看她会不会问你要喝什么，如果有，说明素质不错；如果没有招呼，只是尴尬的做自己的事儿，或者自己看手机，说明她有点害羞，因为对男生有点滤镜，害羞才会不大方。看到没有？这个就叫感知力，懂我意思吧？这个就叫感知力。好，我们再往下看，接下来呢要看这个女生的餐具。餐具可以看出来贵和不贵，但并非一个指标。一般来讲，一个女生家里面干净，说明她会有点洁癖。那她找男生的时候，她也会注意，就筛选以后才会跟那个男的发生什么。如果这个女生家里面很乱，说明她就是我所谓的那种水性杨花的女生，因为她无所谓，这个男的不干净做什么的都不重要，她只要这个男生有个光环，她就愿意跟你发生什么，对吧？那所以说，其实。这个点就可以延伸到很多女的，她经常会跟你这么讲，比如说你追一个妹子，她说，我平时工作很忙，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不想谈恋爱的解释原因是我平时很忙。那我们怎么去评判她这个很忙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其实就看她平时日常，她每天在做什么。如果她是真的很忙，每天在学习、读书、旅游，甚至在提升自己，那她说的就是对的。如果她说的很忙，可是她平时一天刷他妈4个小时抖音，每天无所事事。3天打鱼2天晒网，那就说明他给你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懂吧？所以一个女生她这个比如说一个女生她到底洁不洁癖？一个洁癖的人，她理应她对待各个方面都有超高的标准。如果我对家里面要求很干净，说明我对男人的要求也很干净，我对我的工作要求也很干净，对不对？那我之前约会一个女生，她就是做那种。就是他平时在商 K 里面工作，还坚持红包局。我到他家里面，他说自己是个洁癖。你一个洁癖的人，你去做商 K 的工作，那你说我信吗？那你说他到底是洁癖还是对我这个人排斥呢？肯定是排斥我这个人，是不是对。来，我们再往下看啊。如果爱干净的女生，她不会轻易的把一个男的领回家。领回家以后，就证明这个男的，就是一个很爱干净的女生。如果还叫你回家了，说明她是愿意跟你做什么的。还有一个点就是说，为什么要看她马桶上有没有污渍就是看在这个你去她家之前，她有没有刻意收拾过。如果她把家里面收拾得一尘不染，说明她挺喜欢你。对吧？才会刻意。如果这个女生家里面一进去，拖鞋、头发、各种水渍、吃饭的油渍在桌子上，说明她没有为了你来她家做提前准备，这是她的日常。所以呢，她对你的兴趣也一般，或者说她不对这个东西很慎重还有呢，
就是如果一个女生平时啊，在就是出门的时候非常光鲜亮丽、人模人样，对吧？打扮得非常精致。那如果你到她家里面，你发现酒瓶子、塑料瓶、吃完的外卖没丢，垃圾也没有及时丢，那说明这个女生是假精致。假精致的女生呢，从原生家庭当中你也能看出来，就是说，她给我表达的是有2种，一种是家里面娇生惯养，从小就有阿姨保姆，所以她养成不了这种爱收拾干净的习惯。还有一种就是家里面挺穷的，所以父母没有给他严格的规矩，所以他不爱收拾不爱干净，啊，懂不懂？啊，这个就是我给大家分享的东西，叫感知力，啊，感知力。同样一个行为，它能判断出这么多信息点来，懂吗？比如说我举个例子，第2个点，给女生打电话的时候，你能听到哪些细节？同样给一个女生拨通一个电话，这个女生给你回复了。你看很多哥们儿，他只能感知到一个东西，叫通话内容。你在干嘛？他说我在打麻将，我在看电视。他的脑子里只能听到我在看电视这几个关键词，所以他只会通过我在看电视这几个词进行往下延伸跟这个女生聊天。所以你会发现大部分啊，这个不会聊天的人和特别呆板的人，他们都有个共同毛病，叫没有发散思维，没有想象力，就是他们的脑回路是相对单一的，他没有丰富的画面。那我跟一个女生打电话过去，其实我会判断出无数个信息。她一接电话，她声音是大是小，声音大说明她是一个外向活泼的人，声音小，哎，你是不是旁边有人不方便讲话？是不是你跟父母住一起？口音重，或者普通话标准，普通话标准，哎，你是一个浙江人，你怎么普通话这么标准？你是学播音的吗？还是你从小父母是混血，对吧？你有一个爸爸或者妈妈是来自北方的，调整了你的说话口音，还是你有学习过播音主持的专业，还是你从事的工作需要说普通话？那你口音这么重，哎，你口音这么重，但是我觉得你的口音又不像标准的浙江人口音，你是哪里来的？对不对？你看他可以捕捉到很多细节。问题卡壳，你问他一个问题，他等了3秒钟才回答你，哦，你立马能捕捉到，是不是他有点心不在焉？他现在在一心二用，他现在在刷小红书、淘宝上买东西呢，或者在跟闺蜜聊天呢，没把跟你说的话当回事儿，对不对？嘴巴里有没有吃零食？那你跟他聊天的时候，你听到叭叭叭叭叭，嘴巴一直在这动，他是在吃水果还是吃零食，还是在喝东西，对不对？那水果是一个话题，零食是一个话题，都能延伸啊。晚上10点钟还吃零食，你这人是没有健身的习惯吗？是没有减肥的习惯吗？说明你从事的工作不需要形象很好，还是你天生是吃不胖的体质，对不对？你看，同样一通电话5秒钟过去，我可以看到几十个信息点，这个就叫敏感度。各位兄弟能理解吗？啊，能理解吗？各位兄弟，这就叫敏感度。但是正常人他只会听到说话，所以你怎么去捕捉到这个敏感度呢？就是这个女生啊，她跟你一切常规认知不相符的特质，或者任何事物跟你常规不相符的，都是你应该捕捉到的信息点。常规的人就是说话带一点口音，但是他不带，说明有问题。正常人晚上10点钟之后不会吃东西，但是他吃了，哎，那就是一个特别点。正常人就是我问你一句，你回答一个问题，可是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回答我3个问题，那证明什么？证明你很爱聊天，你很热情。我问你一个问题，你他妈不回答我，然后你等了10秒钟才回答我，说明你在走神儿。哎，你为什么走神呢？说明你是一个不专注的人，不专注的人就干不了什么什么工作，说明你一定是干什么什么工作的，对不对？你看，这都是信息点啊。我之前给大家举过一个例子，就是我有一个门徒学员，我在带他拍打高尔夫的这个照片的时候，他非要拿那个大头杆拍。我之前给大家讲过，哎，正常人他对这个运动不了解的时候，他不会这么细抠的。哎，我就发现这个人有点不一样，我就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坚持拿大头杆拍照？就是拍个照片，你这么在意干嘛？他说，因为小的时候，我爸爸每次带我打高尔夫都是用的这个大头杆。哦，我就明白了。你看，这个就叫反常，因为他爸从小就是经常会打高尔夫，他见过真正会打的人用的是什么样的东西。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特别之处，对吧？那你跟有些女生在一起，你会发现，比如说老吴之前约一个女生，那个女的就特别强调要住一个带
景观的 W 酒店的什么什么套房，哎，他就特意强调这个，而且一定要吃海鲜火锅。那后面了解这个女生，她生活方式就是这样的，她就他妈的接受不了，就是她出门也只住5星酒店，她也只吃那个东西，懂不懂？啊。这个不是教大家聊天，哥们儿，啊，这个不是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不是教大家聊天啊，你不要搞错了，聊天是最简单的东西，最基础的东西。我今天告诉大家是敏感度，就是你看到一个物件，比如说我们再回到上一个话题，你去到一个女生家里面，她在，你知道去女生家里面第一个看什么吗？当然我说的是在她答应的情况下啊，你不要擅自做，看女生的冰箱。你看冰箱里面，因为我经常观察一些女生，比如说我经常看到有些女生，她朋友圈里老是发吃日料的、吃海鲜的，总之吃的都是很清淡的东西。然后我就会想，哦，你看人家这是高分，对吧？人家就不吃你这种很辛辣的东西，因为大家知道最辛辣的东西其实是穷的地方的人发明的，因为他需要用最少的菜去下足够多的饭管饱肚子，而富裕的人呢，他不需要这样做，所以他吃的就是比较平淡、比较细腻的味道。那久而久之传到现在，就形成了，你看川渝那边地方的人就比较喜欢吃辣，江西的就比较喜欢吃辣，湖南的喜欢吃辣，对吧？相对江浙富裕的地方，福建就比较喜欢吃甜，哎，就是这个道理。那我看到有一些女生，她吃的东西都非常高级且平淡，我就会觉得，哦，这个女生好像挺富裕的。但是我在她他妈的这个冰箱里面发现了烧椒酱和老干妈，在一个女生冰箱里发现了好几瓶辣椒酱，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来，各位兄弟，告诉我。一个女生冰箱里放了好几瓶辣椒酱，代表什么？哎，对，代表着，哎，怎么掉了呢？代表什么？代表他是川渝的，这哥们儿崩溃。代表着他平时就是代表着他是一个假精致的人，他肯定平时自己会煮一些面吃。懂不懂？辣椒酱是配什么下饭的？肯定是配面，谁会配他妈大米饭吃？没有人穷到这个程度，说明他经常自己他妈在家里面煮面吃，对不对？那煮面吃，他为什么不做番茄鸡蛋面，不做那些面，他要用他妈辣子来下面呢？是不是？说明他还是喜欢吃辣。那你喜欢吃辣，为什么朋友圈从来没看你秀川菜？那说明你认为这东西不高级。那什么人会认为吃西餐吃这些东西是高级的？那就说明他妈平时不怎么吃的人，对不对？是不是啊？懂吗？老干妈配馒头啊，对。所以所以我想给大家说了啊，所以我想给大家表达的，就是你看一个人，你要看细节，你别看这个女生家里面多干净，然后给这个女生加分。所有的女人家里面没有不干净的，除非那他妈的都就是那种人，我们也不会接触的。没有女生家里面是不干净的。你也不要看她什么卧室闺房有没有玩偶啊，这个女生很爱小动物啊，比如说养了只猫养了只狗，觉得很有爱心，就不要看这种虚的东西，要看最关键的部分。所以这个就叫感知力，懂吧？而且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之前去一个女生家里面，这个女生给我的印象，她是一个非常热爱自由啊，也是一个就是她很热爱自由，很好像追求精神世界的这么一个人啊，我也觉得是这样。哎，但是呢，我发现我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我吸引到她，我并没有展示出这些东西。哎，我就很好奇，我跟她聊天全部都是展示我事业做得多么牛逼，我直播间有多少人，那为什么她会对我产生兴趣呢？我在她家里面无意间翻她的那个床头柜，我看到了这么厚一坨书，全部都是财富的密码啊，认知格局啊，什么管理，如何他妈什么管理的30个小妙招，全是这种书，你知道吗？哦，我就知道了，其实他嘴上说的和他实际做的是完全两码事儿，懂吗？对。
这个叫感知力，懂吧？啊，所以我刚刚给大家讲了，所有这个感知力最重要的是对一切的人、事物、环境、语言的敏感度，你一定要做一个极其敏感的人，懂吧？包括你看这个女生，也要看她平时用的餐具，这个餐具，一方面可以看她对，还有一点，你要看一个女生冰箱里面有没有零食，水果，就是如果她没有水果，你基本上可以判断这个女生是一个非常宅且生活作风极其懒散的这么一个人，知道吧？不喜欢吃水果的人，不买水果的人，他不热爱生活，相信我，一定不热爱生活，他一定是一个内心相对比较阴郁的人。你再看他的床品，如果床品都有味道，很脏很臭，都不经常清洗，那这个人你不用想了，知道吧？好 ，OK， 来，这个是刚刚我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啊，刚刚给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叫感知力，对一切东西的敏感度，这个就是你有敏感度、有感知力和没有感知力的人的区别。所以以后各位兄弟一定要像我一样，身处在任何一个环境，跟任何一个人接触，一定要从头到尾、从内到外，用各种点、各种角度去分析。那你分析的依据来源于这个人和你平时接触的人微妙的区别，微妙的那个小区别，就是你要深度剖析的地方，就是你要问、你要了解的地方，懂吧？好 ，OK。第二点呢，叫做一眼看穿事物本质的洞察力。一眼看穿事物的洞察力，知道什么意思吗？一眼看穿事物本质的洞察力，这个我觉得也是感知。因为我发现很多哥们儿天天被女的骗，天天被女的哄，天天被人忽悠。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他妈韭菜不是，就是割韭菜的人永远割的是一波韭菜，容易上当受骗的人他会一直被上当受骗。就这个世界，其实别人说他妈吃一堑长一智，我觉得是不对的。有的人他吃10堑他也不能长一智，有的人就是天生的韭菜圣体，但是有的人你发现他基本上不被割，基本上没被骗过，偶尔被骗一次，肯定是因为他他妈懈怠了，就是他这个属于认知层面的问题，他比较懒，他懒得弄了，懒得分析了，懒得研究了。但是很多人你会发现这人因为我是通过什么发现的啊？之前呢有人会叫我去有那种讲座，比如说教大家怎么做情感主播，怎么给别人培训。我就发现来听的这些人，我一跟他交流，他说这是他已经报的第3家了，之前在哪也学过。哎，我就想不通，我说你他妈的跟他学干什么？他说的那个话你能信吗？你为什么这个人都没有结果，他讲的东西也不够深，也不够广，这人也没什么。这个也不是从业很多年，也没什么背书，你为什么要报他的？他说不是啊，我就觉得他讲的有道理，我就报了。我说你评判一个人，你为什么这么，就是你的感知力为什么这么差？哦，别人说2句话有道理，你就跟他学了。这2句话有可能是他抄来的呢，有可能是他听别人讲的呢，有可能他就只有这2下子呢。你不得客观公正多维看吗？我哪想这么多啊，脑子不够用，对吧？我就发现很多人是这样的。对不对？那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我把这个就是我把这些人出现的问题，包括你看很多女人也是这样的，她没有办法，就是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在成都和一个朋友一起去酒吧里面，然后当时他约了2个女生，我们就坐在那个卡座上，然后我那个朋友就带了其中一个女生走。带了一个女生走，然后另外一个女生，你知道跟我说了一句什么话吗？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记忆犹新。我说，哎，你这个朋友我说你闺蜜怎么跟我朋友走了？然后这个女的说了一句话，说有钱呗，我第一眼看她穿 LV， 肯定有钱。就是她当时说了这话我简直震碎3观。
我在想，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傻逼的人，就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傻逼的人。他穿 LV 是真是假？你看出来了吧？穿 LV 是真的代表有钱吗？有钱跟他睡，你到底有没有好处？这他妈中间有4、5个问题你都没解决掉呢。我觉得这世界还有这么傻逼的人，对吧？所以我就发现，相反，很多男人他也是一样的道理。凡哥，我找了一个白富美，她开奔驰 C。对吧？OK， 我们继续开始给大家讲哈。首先，我举了几个例子，你看，左边都是没有感知力的人，看不透事物本质的人；右边是能看透的人。比如说，很多哥们儿在酒吧里面看到一个女生，在所有具有灯光加持的场景下看到一个所谓颜值比较高的女生。你看，我经常听到有哥们儿这么跟我讲。我第一次搭讪这个女生，我觉得长得还挺漂亮，怎么第2次约会出来发现一般呢？这朋友圈她不会拍照，我认识她的时候很好看，怎么照片一般呢？这人不会拍照。我说她是不会拍照吗？这照片她 P 得很厉害了，这照片她很用心了，是她不会拍照吗？是他妈你的眼睛瞎。在酒吧里面看到那个灯光能信吗？两边有暗影，把人打得自带润肤和瘦脸的效果，在暖光灯下自带匀肤的效果。还有哥们儿，之前有个线下学员，我带着他去商业街认识女生，我们俩累了嘛，就在那坐着，他就看到一个女生，看起来身材非常好，个子很高挑，从他旁边走过去。他就过去认识那个女生，结果第2次约出来，不是，就是他去过去认识那个女生，然后他到了面前，他跟我说：“哎呦，这个女生真显高，女人就是比男人显高。刚刚从我面前走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她身材这么高挑，怎么我一搭讪发现她还只到我这儿呢？”我说：“你猜为什么？因为他妈的，你看到她的第一眼是坐着的，你坐着你这样看，当然显高了。”你一搭讪，你站起来了，当然2个人他妈的他不如你高了。你看正常人他连这个脑子都没有，他连这个感知力都没有，懂吗？还有学员问我说：“庞公子，我给你看这2个房子，我到底租哪一个？我打算租 B， 这个 A 房子我觉得装修没有 B 好。”我脑子就他妈崩溃了。我说：“哥们儿，你看到的 B 房子好。”浓浓的美颜你没看出来吗？用他妈单反拍的，又加了美颜，你左边这个一看就是人家随意拍的，原房东用他妈安卓手机随手一拍。我把那个照片一放大，我说这个走廊这个地板你没看吗？这个大理石又土又 low， 你怎么会觉得这套房子好呢？明白吗？明白了吗？这个就是区别。好，第2点。他是身材好，还是穿的包臀裙加高跟鞋显得好？这个点90%男人都会犯。每次走在路上，无论是在路上，在社交场合，你看那个我一带学员门徒，还是我的这个身边的朋友，都会说：“哎呦我操，这身材好。”或者经常刷抖音的时候，啪给我发个视频，樊公子。这个女的身材很好啊，这腿很长啊。我说你看她背后那个门都拉这么高了，她腿肯定真实不是这样的。我说这个屁股可以，哪个屁股？这包臀裙你穿你比她翘多了，她穿他妈15厘米的高跟鞋显得屁股翘，你看不出来吗？你看不出来吗？说哎呦这个身材很哇塞，她那个吊带。那个衣服勒得这么紧，里面贴了乳贴，你能看得出来啊？那个还有哥们跟我说这个女的身材好，他把那个当然了，我也觉得这种行为很不耻，把人照片放大，说这个中间的沟很明显，说明这个女生一定很 big。
我这沟他妈一看很劣质，是 P2P 出来的，所以我就太崩溃了，每天都太崩溃了，你知道吗？所以你说那些男的为什么会被捞女捞？为什么会被女人骗？因为连这些这么浅显的知识他都看不出来，他能不被骗吗？他能不被人他妈的宰割吗？能不当牛马吗？连基本的判断事物的能力都没有，那还别说高端的东西了，对不对？别骂兄弟们了，肯定没你专业。我说的这跟专业有什么关系，哥们儿？这跟专业有什么关系啊？啊？我们现在，你现在给我随便2个东西，这东西是我不了解的，我从来没见过，你给我拿到我面前，我立马能跟你说哪个贵，你信不信？就是你现在随便2个物品给我，我立马能给你判断出来哪个贵哪个好。我对这个东西一无所知，我短时间内一定能判断出来，这是一种感知力，哥们儿。啊，好 ，OK， 来，我继续给大家，这是现场直播啊，现在是现场直播，各位兄弟。好，还有就是这个，包括女生穿什么紧身牛仔裤，把裤子勒得这么紧，它就是显得臀翘。穿百褶裙你穿你也显得可爱娇羞。还有女生穿旗袍，哇，好有女人味儿。穿旗袍。说这个女生好有女人味儿，她其实是穿旗袍才显得有女人味儿的。你看最新，你去看穿旗袍最好看的女的叫倪妮，你看她穿普通衣服她有没有女人味儿？她穿他妈阔腿牛仔裤、白衬衫，她有没有女人味儿？都是服化道带来的。所以你看到任何时候，你不要对女生，但是我要就是你看到任何女的，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你看到很多东西，你都不要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受它，而是通过理性判断给它拆解。一个女生好看，为什么让你觉得好看？是脸是化妆的还是整的？皮肤白是涂粉的还是真的白？脖子白不白？脚脖子白不白？胳膊白不白？来判断它是不是真的白。身材好的定义是什么？腰窄，腿长。腿长腰窄，你要看一下他到底有没有作弊，他是穿了高跟鞋，还是那鞋底面有增高的部分，还是穿了平底鞋？他显得腿长，是因为他的裤子比较长，是因为他把裤子往上提了，就是他是高腰裤，所以显得腿长，还是真的长？对不对？你什么都得看，什么都得他妈的像买东西一样去拆解它，你就不会对任何女生抱有滤镜和幻想了，对吧？但是呢。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是，你记住，就是女生穿大红色的确实会加分。大红色的东西，无论什么衣服，只要是大红色的、鲜艳的，一定是加分的。还有第3点，就是很多哥们儿总是觉得幻想自己将来有一天有钱了，开了豪车，牛逼了，开了豪车，就能追到美女。就能有正妹主动跳你的车上，为什么？因为他在酒吧门口，在路上经常看到开豪车，旁边有个副驾，那个女的长得就很漂亮。但是，为什么你能把开豪车和得到美女这2个东西挂钩呢？首先，你先判断第一件事情，这个女生跟他是什么关系？她坐副驾有没有可能是朋友？有没有可能她在追还没追到，2人只是约了吃个饭，对不对？而且，你去看清楚她是美女了吗？你是通过玻璃离得这么远看到那个女的一个侧脸，你到底有没有等这个女生下车，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这样盯着她看，从头到脚是个美女？就算她是美女，就算她也追到2人情侣关系，那你也得判断人这个男的是不是长得也挺帅的，这男的是不是也有其他过人之处？他追到这个女生豪车只是锦上添花，或者直接就跟这个车没关系，甚至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这个车，对吧？这3个点有什么必然的关系？为什么你要这么判断事情呢？对不对？所以我们判断很多东西从来都是一个一个拆，一个一个拆，从来不会带有主观思想。去到一个地方，比如说我去到一个酒吧，我去看这个酒吧里的女生好不好看，我不会说去一次我就说了这个酒吧不行，这个酒吧好看，我还得平时去一次，周六周日去一次，对吧？我还得节假日再去一次，才能判断出来，这个确实不太行。所以我们判断很多事物都是这样的，
你得看它之间有没有连接的关系，有没有必然的关系，你的敏感度得够，懂不懂？还有就是女生在跟你约会的时候，她玩手机，到底是社恐呢，还是对你不感兴趣呢？你怎么判断出来？对吧？你看，发现大部分哥们儿永远都是二极管，这个白世界的人会觉得女生只要对他有冷淡的状态，或者对他的负面反馈，都归为自己哪句话哪个行为没说对。黑世界的人总是认为自己对方看不上自己，其实都不是的。那你要看怎么判断对方，你在跟对方约会的时候，对方话很少，一直在玩手机，怎么判断？怎么判断？对吧？那当然，你看他对待服务员，就如果这个女生从一进门就是一个非常自信的状态，对待服务员声音很大，你问他喝什么，他敢直面说出自己的需求，不是说他妈都可以，而且你跟他聊具体某个话题，他也非常侃侃而谈，那这种如果对你话很少，就说明对你不感兴趣啊，说明他不是个社恐的人，他的所有行为都表现了他不是社恐的人，对不对？但跟你约会的时候，他从一进门就开始畏畏缩缩的，对吧？你问他喝什么，他说都行，他叫服务员也不敢叫，他有什么东西都自己内心憋着，对吧？甚至说话都小声翼翼的在你耳朵边，那这样的人他玩手机说明是社恐，所以你还得判断啊，是不是啊？还有就是这个说自己太忙没时间不想谈恋爱，是真是假？那是真是假？我刚刚也给大家解释过了，一个女生说自己太忙没时间恋爱，要看她平时到底在干什么，是不是真的忙，还是在他妈刷抖音，是不是？你就是这么判断，对不对？好，这个叫一眼看穿事物本质的洞察力。左边是没有洞察力的人，右边是有洞察力的人，大家懂我意思吗？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有非常非常多。走在路上问一个女生要微信，她给你了，能代表她对你感兴趣吗？不能代表，只能代表她很随便，或者代表她喜欢加微信，她比较热情，或者她代表她不愿意拒绝别人，她不愿意驳你面子，她是个脸皮很薄的人，只能代表这个，是不是？一个女生出来跟你约会，就代表今天晚上要跟你发生关系吗？当然不能代表了，只能代表她对你不反感，或者她想吃你今天请她吃的那个饭，只能代表这个事情。一个女生愿意跟你牵手，代表她对你，愿意跟你晚上回家吗？当然不能代表了，她愿意跟你牵手，只能代表她愿意跟你牵手，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吗？现在是现场直播不是录播，不是录播。不是录播懂我意思吧？懂我意思吧？任何时候都要用我这样的思路去思考问题，去一针穿到底。就是很多哥们儿他是，你看我们任何一个问题，它其实都有4、5层挡板，产生问题、解决问题，对吧？它中间有这么挡板，很多哥们儿就容易被第2个挡板、第3个挡板所限制住，所以导致你感觉是错误的，那你的解决方案也是错误的。你要像一根针一样，一根剑一样直插到底，看出来那个问题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这样可以大大的节省效率，让你出错的概率降低，知道吧？对，我操，各位兄弟他妈理解不了，我今天说这个太干货了吧，太干货了。所以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就让你这个去掉滤镜，对吧？学历高，读的学校好，能代表什么？代表他考试牛逼，对不对？这个人能赚钱，能代表什么？说明他会赚钱。其他什么也不能代表是不是其他能代表什么呢？能赚钱只能代表他会赚钱，他懂得赚钱的方法。其他的你代表这个人很牛逼吗？不代表。代表他内心很强大吗？不代表。代表他很有魅力吗？不代表，是不是好 OK 来，所有哥们儿，如果你想听完我今天的全程录播回放，然后你想找到我们樊公子你想找到不是我们樊公子，是樊公子团队，想找到想添加我的微信号公子535，找到我本人，好不好？来，所有的哥们儿，
这个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公子535，找到我本人。我把今天写的东西都可以给你分享。另外呢，你可以每天都听我的这个直播，好吧？每天都可以听到我的直播。我把今天写的东西再给你分享，啊。好 ，OK， 公子535啊，找到我本人。好 ，OK， 来，我们继续往下讲啊，继续往下讲，就是这个感知力如何提升。刚刚我们给大家拆分的是有感知力和没感知力的人，他在做一件事情不同的结果，啊，不同的思考方式。那怎么提升这方面的能力呢？首先，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你的心态一定是充满好奇的，并非麻木呆板。充满好奇，记得，什么叫充满好奇？啊，就是对任何东西都要探索到底，对一切新奇事物都抱有给他妈的把原因说出来的这个思维这个状态。相反的就是麻木呆板。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街头看到一个美女和普男，你会怎么做？我相信99%的男人会说好白菜都让猪拱了，操，然后扭头就走了，对不对？甚至不，我觉得是这样的，90%的男人是没有感觉，看到就看到，然后就走了。9%的男人会说哇，好白菜都让猪拱了，对吧？那好，这个老牛吃嫩草，骂一句，心里吐槽一句，啪走了，是不是啊？美女有野兽。但是你知道我之前在西安那个酒吧，还有在上海的一个酒吧，哎，我就看到了一个普通男的和一个旁边在我的认知范围内他不应该找到这个女的。你知道我怎么做吗？很简单，我就点一杯酒坐他后边，就听他们在聊什么。后来我听到了，这个男的是他妈的做这个类似于他妈劳保的职业，这个女的是他妈刚从那个很贫穷的地方出来，知道吧？这男的等于是他跟他的经纪人一样。哦，原来两个人他妈的不是情侣，我搞懂了，知道吧？我跑到他后面听。然后我之前在一个城市，我看到这个男的旁边那个女的，哎，我真的非常心动。哎，我觉得这男的很普通，他为什么他妈的能追到这个女的呢？我就一直跟了他他妈一条街，我就在后面他妈听他到底两个人在聊什么。后来才知道他是包养的，知道吧？我又他妈真相大白了。所以你看，我经常在直播中给大家说，没有通则的例外，事出反常必有妖，对吧？因为我没找到反例，我一直在走在路上跟着他，哦，发现他俩他妈这男的是包养这个女的，这女的今天第一天来找他，1个月好像是给了8万块钱，我就一直跟着他后面走，听他聊什么，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就叫充满好奇，对你不理解的东西，你要有十足的探索欲，一定要给他搞明白。无论是花钱，还是去探索，还是花时间。本来我可能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事情更重要。比如说今天我要来给大家直播，但是如果走在路上，我操，我发现了一个7分妹要来找我，你别说直播了，知道吧？就是你说给我10万块钱我也不去，你给我20万，给我30万我都不去。如果是一个7分妹要来找我，要跟我约会，30万我都不换，因为我知道这种经验很难得。但是如果说今天给你5000块钱和3个6分约会，那我肯定选5000块钱，我肯定选5000块钱。只要这事儿我干过了，只要这件事情我体验过了，我懂了，我绝对不可能再干的，除非是满足我们最底层的一些需求啊。只要这东西我没干过，我操，我觉得对我很有用，我再重要的事情我也推掉，先紧这个来，懂不懂？这就是我处理问题的思路。我希望大家也是这样的，你要敢于对任何未知的东西去他妈的把它的内裤给扒掉，去直击本质，去了解它，知道吧？所以这是我的操作。还有巡游中国，感受各城市女生的性格迥异。那你看，就是好奇，为什么我想到全国巡回呢？就是因为我老家是徐州的，我每次在徐州，我遇到徐州的女生和徐州下面6个县城来的女生，和从南京来的、上海来的、国外留学来的，全都不一样，我就会非常非常好奇啊。都是一个地方长出来的人，
为什么在不同的城市生活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就不一样？说明城市对人的影响很大啊，说明人跟这个城市的文化是密切相关的。我操，这个很有意思啊！那我就去了解一下，我就把车卖了，拿着钱去全国巡回，去中国跑了20多个城市，对不对？你看我就是这么思考问题的。我不懂的东西，我不就得了解吗？我不得知道吗？那不然一直不懂，是不是？还有，那绝大部分人他不会这样，绝大部分人说，哎，什么上海的，什么南京的啊，都一样，女人都一样，女人都那么回事儿，你都会这么思考。当你觉得什么东西都一样的时候，就等于你拒绝进步了，拒绝在这个维度更加深刻的钻研了，因为你一定就不会再细致研究了，不会再抠细节了，对不对？你不抠细节了，那你怎么能在这个领域厉害呢？你怎么能懂更多的东西呢？是不是？你看这哥们儿说没时间全国游，哥们儿我都不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把车都卖了，哥们儿。就跟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喜欢摄影，你把你家房子卖了，买一台超级牛逼的摄影机，去研究摄影。我差不多就跟这个概念一样。谁有时间，谁有钱啊？车都卖了，车卖了，就是我把车卖了之后，我在中国待了几十个城市，1年的时间，最后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来到杭州。是吧？对，这个叫巡游中国啊！我不麻木。对，还有就是为什么女人说出来的标准，为什么女人说出来的择偶标准和实际找的不相符？有没有想过，一个女生她自己说我要找高的、帅的、专一的、有钱的，但是其实她找的跟她的标准不一样，或者这个女生明明说。关晓彤说：“我最讨厌小鲜肉了，为什么找个鹿晗？小鲜肉之王，最典型的小鲜肉，最长相面相像女生的，对不对？有些女的天天嘴上说我一定要找强大的，我很慕强，我要找有钱的，结果找了一个非常，奶非常软糯的、可爱的一个男生，为什么呢？大家不好奇吗？对不对？反正我是很好奇的。”那我好奇我就怎么办？我就跟他深度接触，我就天天问，天天观察，天天看。后来我才总结出来，为什么颜值在两性关系中的作用是什么？是因为很多女的压根儿就不很多。我跟大家讲啊，我跟大家讲，其实女生最要的就是爱情2个字，她最希望的就是爱情2个字。她为什么看脸呢？其实她根本就不看脸，她看脸的原因是因为。在女性内部，她想显得自己是个独立女强人，是个大女主，她很飒。因为女性内部比较厉害的人，比如说什么韦雪啊，这种女性领袖，都表达：哎呦，姐妹儿他妈不需要男人，自己赚钱很厉害，自给自足，我都养小奶狗，养小男朋友，对吧？我找帅哥，我远离那些老登子。女人现在已经能顶半边天了，很厉害，所以她觉得做这种行为很他妈酷，很飒。她本质上不是她喜欢男的脸好看，懂吧？那比如说女的说，我喜欢慕强，喜欢条件优秀的、有钱的，她是希望在女性内部是政治正确。她觉得如果找一个穷的，周围的姐妹会看不起她，会骂她，会说她。她那个本质上和国男要找个好老婆结婚是一个道理，她都是为了别人就是他都是为了满足一些人对他的预期和期待，包括正妹、好看的女生、优秀的女生，为什么要求这么高？为什么要求这么高？因为正妹她从小到大，她就是众人的焦点，从小老师、同学、身边的朋友、她父母都对她寄予厚望，是不是？小美女、漂亮的女生，从小到大，是不是周围人都跟她讲：“哎呦，长得这么漂亮，将来得找个县长的儿子，将来哪个男的能配得上你？将来得是嫁给一个大富豪。”从小到大，所有人都这么说。他长大了，自然而然他就默认自己也是这样的，懂吗？这才是真正的原因。所以我怎么知道这些东西的呢？我怎么了解的呢？其实就是跟女人深度相处，不停的挖，不停的挖，不停的探索。因为我知道我问他，他也不说实话。
那我就想各个角度去把他身上的东西给弄出来，让他一定说实话，才会有真知灼见，才会有真的东西。所以你跟我学，才能学到真东西。因为我给你讲的东西不是我他妈想出来的，是我挖出来的，是我探索出来的，这个东西才是最宝贵的。所以我认为，有一天就算我的这个账号被封了，或者我传播的东西不能在大众视野里传播，但我依然认为我做一件非常酷的事情，因为我讲的东西很真，我在把事实的真相讲出来，这就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对不对？我认为赚再多的钱，得到再多的好评，得到再多的名声没有用。你看那个抖音上那么多人，想做好的情感博主，想做人家都尊敬爱戴的情感博主，很简单，只需要讲一些主旋律正能量的话，那不就行了吗？但是我觉得这事情没难度，它不牛逼，它不酷，它没有他妈的，就是觉得有人能做到。我给大家每天分享的东西，我就一个衡量指标，别人能说出来，我就绝对不讲。只要我认为这个东西别人也能给琢磨出来，我就绝对不会讲这个东西。哎，他妈的都能做到，还有什么酷的呢？把高分也是这样的。为什么我想找他妈最好看的女生？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太他妈难了，太难了。它是比你赚，我觉得比你赚500万还难。只要这个事情一简单，我就不想干。越难我越喜欢，越牛逼我越喜欢，对不对？所以我根本就不在乎，我觉得说事实真相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因为所有东西，如果你都是他妈互相哄、互相骗，其实每个人内心深处对男女关系都不是这么想的。你为了宣传正能量，为了弘扬正能量，你故意去这么讲，对吧？但是别人不是这么想的，你盲目把人抹黑也不行啊。就人女的根本，所以你看，你听我直播，就是有些博主他会特别把捞女啊，把女的说得很坏。我从来不是这样说的。我说女人终其一生追求的还是爱情，追求物质那些东西，是因为在男人身上失望了，得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他才要这个。我一直都是这么讲的。但是很多人说把女的想得非常好，那我也不认同。如果女人真的像你嘴上说的那样，那我这10年的经历不是白费了吗？我从16岁开始跟各种女人接触，如果真的像你嘴上说的这么好，那我这10年浪费了吗？对不对？对，所以各位兄弟，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GZ5807，找到我本人，把今天的全程录播拿走，还有我写的内容给你分享，好不好？如果你也想像我一样，你觉得我的精神很值得你学习，你也是像我一样的人，永远都不给自己留任何一点偷懒的余地，你对待每一场感情，每一件事情，每一次挑战，你都是拼尽全力，不给自己留有一点缝隙，知道吧？那我觉得你可以找我链接一下我的私教或者门徒，我觉得我们是一类人。好，对，好。OK， 这个就是我刚刚给大家分享的第2点啊，感知力如何提升。好，那这是第2点，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说第3点。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下面一点，就是你的心态，你要时刻保持一个学习的心态，切忌贪玩享乐。之所以感知力差，是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启动你的感知力。你去吃饭，你只关注那个食物本身，对不对？你去跟朋友一起打游戏去网吧，那你可能只关注这个电脑他妈网速怎么样，可是你不会关注哇，这个网吧左面的那个角落有个6分，在陪着她的丑逼男朋友在那打游戏。你定睛一看，这个女生是什么类型的？哦，这个打扮原来是宅女。哦，这种女生她是能接受来酒吧这种场合的。你再看她旁边那个男的，哦，原来这种类型的女人喜欢这种类型的男的。哦，那以后见到这种类型的女的，我得躲着走，对吧？因为她不喜欢我。你自己不是这一款的 ，pass 掉，对不对？啊，
举个例子，你去到了一个朋友聚会，朋友聚会，在家里面聚餐，你会不会观察？比如说今天的体验感非常好，整个过程非常 nice， 你会不会想，为什么体验感这么好？因为你朋友家的灯光把人拍得很帅，或者你朋友家的灯光的那个亮度刚刚好，让你看所有人很舒服。他家的香薰是祖马龙的，味道非常 nice。然后他的房间布局很合理，落地窗很大。他家的这个他家的这个客厅和卧室，这个空间布局非常舒服。让你很爽的体验感，可能是无声的，就可能是一些，你认为你今天体验感很好，是觉得这个酒很好喝，或者朋友聊得很来，有可能是这些东西。你们知道，在酒吧、商 K， 他们在设计这个商 K 的时候，都会找一个设计师，为了客户的这个体验感，把沙发的高度、长度、音效、灯光、音乐、麦克风的那个声音，什么东西都得调整。调整的原因就一点，让你在这里更深陷其中。知道吧？也就是说，你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体验好。比如说，你今天约了一个女生，你觉得这个女生好像长得也很普通，身材也很普通，可是你跟她在一起相处就是很舒服。你的判断是我跟她聊得很来，其实不是的。能让你很舒服，人家背后下了大功夫了。这个女人宜人度很高，非常包容，向阳而生。让你感觉这一点点的舒服，背后是他妈非常多的错综复杂的原因，才能形成让你舒服的这一个点。你知道吗？5星级酒店床舒不舒服？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那一张床可能要几十万。你知道5星级酒店它为什么要卖他妈几千块钱一晚吗？因为它那一个房间所有的设施配套下起来可能要几百万。就单是那个床品可能就10几万，就是光你躺上，你躺这个床，哎，好软好舒服，就这一点点体验10几万，知道吧？等一下我慢慢给大家讲啊，慢慢给大家讲。这些的核心是什么？这些核心就是用一个时刻学习的情况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去住一个5星酒店，你很舒服，你今天约了一个女生，你跟你的女朋友去旅游，住了一个5星酒店，你觉得这个体验感非常好，很舒服。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么舒服？因为你住普通的酒店是自己把行李拿进去的，你选择做好的酒店。你一到门口，那个门头帮你把行李直接给你扛上楼了。你不觉得出差旅行最耗人心智的就是那个大箱子吗？他给你拿走了，然后这个床又非常的舒适，你一躺就不想起来。而且好的酒店它的灯光非常多，它满足了人各式各样的需求。你家里面的灯肯定就他妈2、3盏，一盏是全部亮的，一盏是亮了那么1、2盏的。要不然就是有个床头灯，但是你看那个5星酒店，它就是，我觉得越好的东西就越细，因为人的在，这个东西就太微妙了，给大家解释不清楚，就是指这个人呢在开心、难过、愤怒、累、乏、精神，在不同时候的需求点都不一样。其实它好的东西就是把人所有的需求都给你琢磨出来了，然后都有应对你需求的那个设置，那我们普通人呢，我们的这个容忍度比较高，就是其实累一点就累一点呗，难受就难受一点，无所谓的，只要便宜。但是条件好的人他就不这么想，懂吗？然后我推荐一下大家这个床品啊，这个是我睡了这么多家5星酒店，我觉得就是我睡了这么多家5星酒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2个酒店的床，一个叫厦门的7上酒店，
然后我问了一下他那个床，我现在睡的这个酒店，我现在睡的这个床品就是跟七上酒店同款，一个是三亚的爱迪逊酒店，所有的爱迪逊品牌用的就是上面的这个品牌的床品，大家可以搜索一下啊，搜索一下。好，这个就是我讲的这个点啊。还有最后一点就是去国外旅游你会关注什么？你看大部分人他关注什么？如果你用一种享受的心态去，酒店、餐厅、景点、空气、天气，全部都错误。要关注人文，要关注人文。去到任何一个地方玩，别他妈看那些虚头巴脑的自然风光，看人，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牛逼的生物。为什么叫巧夺天工？对吧？说明大自然固然美丽，人他妈才更牛逼，人是最厉害的。所以你到了一个地方旅游，你去看他妈它的建筑干啥呢？你去看那山海有什么区别？最不能被复制的旅行最重要的意义是跟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感受他们的文化，感受他们的生活状态，这才是旅游最大的意义，对不对？好，那你比如说你去了欧洲，你去了国外，反正我是有一个特点，每次出国我一眼就能分辨出来哪些是中国人，哪些是外国人，因为中国人他的所有的表情就会像这个表情一样，看这个就是最明显的一个对比。左边的虽然长得不好看，是个黑妞，但是她的笑容很热情，向阳而生。我经常讲的向阳而生就是这种感觉。有没有坐过国际航班？你看国外的那些空姐，虽然有的空姐又胖跟大妈一样，但是人家非常的热情自信。你在她脸上看到了向阳而生、阳光明媚的感觉。右边这个就是你走在任何地方，只要看表情是这样的，一定是中国人啊，一定是中国人，知道吧？这个就是最大的区别。看到这照片太有那个了，你只要出国，你一看就知道哪是中国人，只要表情是右边这个人就行了，对不对？好，你看，就是路人向阳而生、松弛的状态，空姐、服务生的极致服务，服务生、空姐的极致服务，对不对？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啊，餐厅看服务员的状态，来，各位兄弟看一下服务员的状态。看到这种状态了吗？啊？看到了吗？看到区别了吗？右边更松弛啊。不对，不管你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这里说的叫生命力，他的生命力更旺盛。他做一件再细小的事情，他不会觉得无聊，他很用心，他很享受其中，懂吗？那右边的人呢，他就相对你感觉比较敷衍，比较垂头丧气，比较为了活着而活着，对吧？这哥们儿说，哎呀，要给小费。你看，你又说这些东西，给小费，不是你在国内给小费，他就会更热情吗？不是，各位兄弟，那我问你啊，那我问你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出租车司机对这个城市的了解还不如我熟悉？我说一些场合他都不知道，为什么？他是干出租车司机的，他都没有我知道。为什么我学员到奢侈品店？那个店员对奢侈品的知识他懂得没有他多，他是干奢侈品的，他是卖的，他是销售，他理应来讲是最懂的。为什么 P 图师 P 图技术还不如我好？为什么摄影师拍照技术还不如我好？为什么剪辑师还不如我剪的视频好？为什么主持人他都不一定口才有我好？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是一种对任何事情的一种热爱的程度，对不对？是的，明白了吗？是的，明白了吗？就这个道理，啊。
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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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所以各位兄弟，这个就是我最后给大家强调的这2张图，希望你能记得，我们永远要活成左边的样子，不要活成右边的样子。